飞机起飞是什么？是轰然一声的推背感，是离地兴奋的心跳声，或是窗外渐行渐广的地平线。但朋友，您真的了解起飞吗？或许这个视频会带给您答案。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飞机真正的起飞。飞机起飞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。塔台给定指令后，机长将油门推至 TOGA 位，飞机猛烈加速。到台轮速度后，机长拉杆，飞机以约3度每秒的速度台轮。台轮3到5秒到达离地速度后，升力终于克服重力，带着飞机离开地面，并在35英尺高处达到起飞安全速度。这就是一般意义上的起飞，整个过程持续大约30至40秒。离地后，我们在欢呼雀跃的同时，也正式和机长爸爸歃血为盟，立下投名状。但其实这是个误区，飞机起飞还包括另一部分，是从离地35英尺到1500英尺的阶段，叫起飞飞行航迹。两个部分相结合，才是严格意义上的起飞。那么，我们迎来第一个重点：飞机起飞的核心不仅是离开地面，更重要的是完成到航路构型的转换，由起飞构型变为光解形态，给之后的爬升阶段奠定基础。起飞与其他飞行阶段相比，飞行员最为忙碌，构型变化最多、最复杂，越障要求也最严格。因此，起飞也是继着陆后事故第二多发的阶段。飞机起飞除了完成构型的切换，还有2大任务：第一是加速，第二是爬高。那么期间，飞机最害怕的事情是什么？答案是怕发动机失效。发动机因故障失去动力，简称单发。对于双发飞机，失去一台发动机的推力，伴随风车效应，飞机动力会减少50%以上，从而带来最差的加速和爬升效果，对起飞极为不利。就爬高而言，双发飞机像壮汉撑杆跳，单发飞机如老奶奶爬野坡。那么问题来了，飞机在起飞中单发，老奶奶如何爬过前方的高楼、塔吊、大山？这就到了我们反复提及的第二个重点。为了保有足够的安全余度，所有的民航飞机起飞无一例外都是基于单发的假设前提。为了极小的单发率，我们花了极大的功夫，假定每一次起飞都在 V1 前1秒发生最恶劣的单发，由此规划、限重、训练，确保老奶奶也能翻山越岭。研究双发健全的飞机性能和研究双发失效一样，意义不大。所以就起飞、复飞阶段而言，都默认是基于单发的假设下进行研究，提供参数的。我们回到起飞的第二个部分，这也是大多数朋友的空白。成功离地后，双发猛男可以边爬高边加速，但单发的老奶奶得分步骤慢慢做，先收起起落架，之后全力以赴爬高越障，再改平全力加速并切换形态，最后再爬高。整个过程需要快速完成，因为仅剩的发动机位于 TOGA 位，燃烧室内数千度的高温，相当于人在一刻不停做着高强度的无氧运动。时间一旦过长，会对发动机造成不可逆的损伤。TOGA 推力在双发时最长持续5分钟，单发时能短暂延长，但不能超过10分钟。时间一到，必须切换档位，以保护发动机。飞行员需要在 TOGA 推力的有限时间内，快速完成爬高、加速以及构型转换。时间紧，任务重，难度大。所以起落航线和单发起飞程序是他们日常训练的最重要、最常见的项目。朋友们在起飞中见到的机轮爆燃、大力出跑道、机屁股擦火花、胖机拉不动，都和起飞参数或飞行员操作不当有关。为了保障起飞安全，避免上述现象，起飞重量、速度等全部起飞参数都由性能工程师负责计算，飞行员按计算结果进行操作。这就谈到了我的工作。没错，本签派不仅帮老奶奶爬野坡，还会定好老奶奶什么时候该怎么迈腿。以 A320 为例，仅起飞阶段，仅一个机场的一条跑道，
根据不同的温度、风，我们就需要计算出近100组数据，经过交叉校对、审核后，提供给飞行员按需使用，并输入飞机 MCDU 性能页面。为了起飞，一组组略显枯燥的数字背后，是一次次不容差错的计算，是繁杂的工作量，也是航司对安全的坚守，承载着我们对蓝天的向往。所以，朋友们，飞机起飞擦起青烟的那一刻，对大家而言或许轻松愉悦，但对民航人而言，却有了些许严肃、神圣的意味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观看到最后。如果觉得对起飞有收获的话，欢迎点赞、收藏，以后会提供更多干货。我是本谦派，我们下期见。